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TD 德美利证券的股票客户端 Thinkorswim。去申请一张美国银行的卡。拍住赏到底是怎么用的？大家介绍一种资金出国的方法，完美的解决资金出入境的所有的问题，聊一聊关于货币的那些事。金钱到底是什么？穷人没有变得更加富裕的8大陷阱。在上期的视频里面，我向大家介绍了 TD 德美利证券的一个开户的流程。这个证券账户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它的主要优点有3个。第一个的话是它完全是免佣金的，第二个的话它没有注资的一个门槛，第三个是它入金的速度非常快，只要30分钟就可以入金成功。在很多小伙伴在成功注册了 TD 德美利证券的账户之后，在登录到它的交易客户端，第一时间就是被吓傻了，因为这个客户端实在是太复杂了。登录进去之后，满屏就是密密麻麻的窗口、表格和数据，所以很多人就萌生了要放弃这个客户端，甚至放弃 TD 德美利证券账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做一期如何去使用 TD 德美利证券客户端的一个视频。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国内的一些美股券商，他们的客户端使用起来是非常的友好的，无论是界面、配色还是操作的一个难易度都非常的合适。TD 德美利证券它为什么作为这么大一个券商，却要把自己的客户端搞得这么复杂、这么难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一个区别。如果说你要去抠图的话，你使用美图秀秀也是可以去抠图的， Photoshop 的话也是可以去抠图的。一个初学者去打开 Photoshop 这个软件的话，肯定也是会被它的一个操作和界面给吓傻的，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入手。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去选择了 Photoshop 而不去选择美图秀秀呢？这是因为 Photoshop 除了说去抠图，它还能去做更多的东西。专业性就意味着它会提供你更多的工具去供你去选择。通过这些更多的工具，你能够实现比一些非专业的软件所更多的一些功能。但是凡事总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刚开始就让大家把 TD 德美利证券客户端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摸透，那肯定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在接触到这个客户端之后，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化繁为简，也就是说把这些客户端里面的一些暂时不需要的东西给剔除掉，只保留它最核心的一些功能。在我们去熟悉了这些最核心的功能之后，然后再逐步去拓展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本期视频我会为大家演示怎么样去做 TD 德美利证券客户端的一些初步的设置，包括客户端的布局、股票走势图的设置，还有如何去下单。我们现在打开 Thinkorswim 的一个客户端，它每次启动的话都会要进行一个安装更新的。那如果说你在安装更新的这个时候卡了很久没有都成功的话，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去使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一下。因为我第一次的话也是打不开，所以说我发邮件给客户，客服告诉我这样做就可以了。测试的话也是成功的。好，这个的话就是登录的一个界面。我们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就可以去进行一下初始的设置。我们去点击这个齿轮，然后的话语言的话我们直接去选择简体中文就可以了。其他的话那个都不用改，只用改一下语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登一下保存。它这边的话有2个，这边的话是真实交易，也就是说你真实的一个账户，这边的话是模拟交易我这边直接去演示登录模拟。因为的话它的服务器是在国外所以说它的一些网速的话会比较慢，建议的话大家去开代理去使用。好，我们现在的话就已经正式的登录到它客户端的一个首页了大家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东西，是不是感觉到很可怕？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下面的话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化繁就简。我们现在只保留它的一些核心的功能首先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整一个界面的话分为2栏，这边是左边这一栏，这边是右边这一栏。
左边这一栏的话，这边有一个三角箭头，如果你点一下的话，它就会隐藏掉。你再点一下的话，它就会那个显示出来。然后你也可以去拖动它，去改变它的一个大小，好的，然后右边的话是这样一个界面，然后我们首先这边最右侧的话是一个事件的一个更新，就是所有公司的话一些股票的一些动态，这个的话我们不需要直接把它那个去隐藏掉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清爽一点啊。然后我们正式从那个左侧去开始一个一个去认识一下。第一个的话是账户的信息，这个地方的话是不能隐藏也不能删除的，因为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告诉你，哎，你现在账户里面有多少钱，你有多少的股票，还有期权的一个购买力。好，然后你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比较有用的话是脱离窗口，你在这边的话是那个可以去拖动的。如果说你电脑上面接了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显示器，你可以把它拖到那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显示器里面去，方便去看。好，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实时新闻，的话你三角点一下，你可以选择那个你想看哪只股票的新闻，比如说我想看苹果公司的。好，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它都会有一些新闻出来啊，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股价，然后它的一些涨跌幅，然后它买卖价的一个显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新闻的话全部都英文你看不懂的话，你直接点这个，然后去删除窗口，它就会没有了。好，下面一个的话是交易员电视。交易员电视的话，如果它是在交易的时间的话，这个地方会有那个电视放的。第一个的话是 TD 的一个交易员的一个频道，然后后面的话是这些的一些频道。因为现在的话是不是交易时间暂时是看不了的。如果说你不想要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掉啊。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把它那个脱离窗口一下，然后你把它拖在你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显示器上面，然后去大屏的去看电视也是可以的。不需要的话就把它删除掉。啊，后面的话是观察列表。观察列表的话，右边的话有个选择观察列表。第一个的话，当前的账户的仓位，就是说你现在持有股票的一个列表。第二个的话，所有账户的仓位，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账户了，也会在这里显示。然后这些的话都是会有的。比如说社会情绪的话，这个的话就是现在那块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股票，它的一些那个状况。好，然后另外的话是一些那个TD 的一些公共的一些列表啊。比如说它的一些那个可以看纳斯达克100，然后它就是纳斯达克100的这些成分股它的一个涨跌的一个状况。好，这个观察列表的话，那个建议大家去保留，因为的话它可以很方便的去提示你，你现在关注的股票的一个涨跌。好，后面一个是那个快速的图表，这个的话就是你选择的股票的它的一个走势图。我们点一下，然后这里同样的话，你也是可以去选择那个选择去哪只股票的。好，这个窗口的话，我自己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去进行保留的所以说左侧的话，你可以最简单的话去把它划分为这样几个窗口，而且每个窗口的话，你也可以去拖动它的一个大小，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内容。好。那如果这个的话，你也可以去脱离窗口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屏幕上去看它的一个走势图。好，左侧的话就是以上，大家那个可以去选择自己喜好的一些去保留然后从哪里去看那个你喜好的一些，从哪里去切换那个不同的一些那个窗口呢？你可以去点击这个东西，然后去选择切换窗口这边的话就是所有左侧可以呈现的一个窗口我觉得的话，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个是这个便签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交易的过程中突然的话有一些想法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记在这里点那个左下角这个可以直接去添加窗口的如果说你在交易的过程中觉得很无聊的话，你也可以去玩一下游戏。这边有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我们直接去点击一下这个，然后选择一下这个难度比如说新手，然后就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在这里去玩游戏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另外的话
还有其他，还有一个是扫雷的一个游戏。还有一些计算器啊，大家就可以去在这边方便的计算一些股价的信息。好，这个的话，左侧的表格的话，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那个自由的去设置啊。所以说，专业化和不专业化的工具的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这样的。专业的工具的话，它给你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选择，你可以通过专业的工具去玩出各种不同的一个花样。好，然后右侧啊，右侧的话，其实这样的话，这个界面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首页界面。大家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首页屏幕点一下，其实是这样一个，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屏幕。这个屏幕的话，你也是可以去自定义的啊。你点击一下，它现在的话是有这样几个选项，比如说这个，投资组合框架、开仓盈亏、购买力、现金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去显示的，可以去切换的。然后电视还有这些。好，然后的话还可以去每一个都可以去选择。好的，然后我们去看右侧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窗口啊。然后右侧的话，我们首先去看那个最上方，它一共是有9个标签，9个标签。然后每一个标签我们点进去的话，下面会有一个2级的一个标签。这些标签的话是不能够那个删除。下面的话我就主要去讲一下最基础的、最重点的几个内容。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账户的观察。账户的观察这个标签的话，其实比较简单的。大家那个首先第一个活动和仓位，大家就可以去看到这些一些订单，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自己去看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交易。交易的话，就是我们买卖股票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是比较复杂的啊。首先的话，交易点进来的话，它下面一共是有5个那个子标签。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啊，所有的金融产品。好，首先的话，它会提示你去选一个代码，我们点这个箭头，比如说我们还去选择苹果的。我们可以在这里从下面去选择，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去手输。好，我们选择苹果的话，然后它会跳出来很多的信息，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啊。首先，苹果的后面啊，它是苹果公司，现在的股价是这么多，然后它的涨跌幅是这么多，然后买方价和卖方价是这么多。异借股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去借股票去做空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去借到的。还有一种就是难借股，就是非常非常难借到的啊。然后它的交易所是纳斯达克，这个是它的一个交易量。好，首先这边的话，同样的也是它的一个我们下面的话这么多全部都是它期权的一些信息啊，我们点这个期权链把它隐藏掉。好，下面的话也是它的一些成交的一些信息。你把鼠标放在这个买方价这里啊，你就会看到它是那个有跳出来一个卖出的2个字，你点一下，然后它的下面就会跳出来这个订单，就是我们看一下股票的话是卖出，然后它的一个数量是100股，它的数量是100股，就是它 TD 的话，它默认的一个股票交易的一个数量全部都是100股，全部都是100股。这个数量的话，那个对于大家那个小散户来说，其实还是有点多的啊。美股的话，它不像A 股一样，必须要每100股为单位交易的，它是1股的话也是可以买卖的啊。这个地方的话，默认的数量在哪里改呢？稍后的话，我会给大家去演示。好，后面的话就是它的股票的一个代码，然后股票的话它是没有到期日和行使价的，这个全部都是期权的。好，它的价格是你卖出的话是要以这么多的价格去卖出，然后它的订单类型是现价啊，这边的话是可以去改的，市价、现价、止损现价啊。美股交易它的订单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类型的。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个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我有时间的话会安排做这样一期节目的。如果说这个锁没有锁的话，它这个价格的话就会根据你卖出这个价格就会根据市场价进行波动的，就是这个价格。但如果说你把它锁住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就是你手输进去这个价格是不会变的。好，另外的话有效期，交易所你可以选择哪个交易所去进行一个交易
啊。如果你确认都没有问题的话，去确认并发送，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本还有佣金，这里是 TD 的话是免佣金的，可以看到这里是0啊，然后总共的话是花了多少钱，然后最后的话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啊。如果你不想发送的话，直接去点删除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你放在这个卖方价这里的话，点一下它就是买入，它就是买入，这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操作啊。同样的还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去点发送。好，然后这个订单就出来了，这个订单的话就已经提交了。好，如果你订单这个时候提交了之后比如说你在左侧的窗口栏的话，你这边是 iPod 的一个快速的图表，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加100现价，有个插号，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一笔那个100股的一个限价单。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点一下这个插号这个单的话就会直接去取消掉。我们可以就在这个账户观察列表这里可以看到活动和仓位，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这个单是已经被取消掉了。好的，这个是交易的这个地方，后面的话就是它的成交量这些一些信息，基本的一些信息。好，在下面的话，这个交易网格的话，其实你就是一些交易的走势图啦。你那个随便选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它这里可以选3个嘛，你就分别可以看到这3只股票的一些它的一些走势图。但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你直接去把它隐藏掉就可以了。好，在后面的话就是期权。期权点开的话，密密麻麻是有这么多的一些信息的。首先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左侧的话，它就是些期权的一些到期的一些日期，然后每个到期日期下面都会有，这边的话是4只不同的价格的期权的一些走势。那如果说你想要变更多的话，从这里去选择，你可以选择10只10只不同价格的一些期权。然后这边的话是到期的日期，然后行权价这些。很多人觉得期权的话，它的一个风险是很大的，然后不敢去碰这个东西。其实买不买期权的话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它的，因为期权的话，它是对这只股票或者说对指数未来的走势的一个预估。我们点这里去看一下今日的期权统计数。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买权和卖权。如果说买权的话，我们简单可以这样来判断，如果说买权比卖权多的话，就是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这只股票的话就是买的比卖的人多，它整体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有上涨的一个趋势的。还有的话，大家可以从它的一个成交量上来判断，如果说这只股票的期权它的成交量对比上个月或者上个礼拜突然间有很大的一些异动，这个时候这只期权它所对应的股票的话肯定是有重大的事件去发生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说不定的话会有发现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好，然后在后面的话是那个外汇，然后同样的在这里可以去选选哪个，同样的这里可以去选它的那个货币，可以很直接的去点一下，可以很直接的在下面可以进行一个买卖。好，然后在后面的话是期货的一个交易，也是一样的，直接去点买卖就可以了。另外活跃交易的话，你点开的话，它会有2个窗格，你可以去选择2个不同的一个股票去看它的一个走势。好，另外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去点那个市价买卖的。另外这是交易的，是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功能。然后另外的话，它是一些分析股票一些分析、市场扫描、市场观察这样一些功能。这几个功能的话，因为它不是最核心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今天暂不做介绍。好，后面的话就是图表，的话就是大家那个看盘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去跟大家去说明一下。首先的话，第一个的话也是它分为图表，就是单只股票灵活性网格。就你这边最多可以去选择4只股票
产品深度，这个的话也是不是最基础的核心功能，暂不介绍。首先我们去选择苹果的一个股价。股票的话，它上面的话是有很多的一个选项的，我们可以去选择其中比较推荐大家的话，就是一个的话是它的风格。风格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它图表的一个形式，图表的一个风格。另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是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时间范围，像一个的话，它就是以天为单位，就是当天的它的一个走势。另外的话，大家可以去选择一天中的每1分钟它的一个走势，然后可以选择5天，然后后面也可以选择1年后面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3年每周。然后的话，它还可以去自定义你的时间范围，比如说几年、20年，然后是每个季度这样子，可以去自定义这个范围。这个的话也是它比较强大的一个功能的。另外的话，你去点这个图表的一个设置一些设置，这个的话图表设置非常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自己的话去判断。如果说你自己也不知道喜好什么的话，你就这些勾的话，你全部都可以去勾一勾，去看一看，去判断一下，自己怎么样看的话才会更顺眼，才会更适合你的一个看盘的一个习惯另外的话，这个价格轴，然后时间轴都是可以的。价格轴的话，你可以显示的话，你如果有的人喜欢看百分比的话，你可以把百分比勾起来，这样的话这边的话全部都会变成涨跌的一个百分比。好，然后这个的话是研究的一些工具这个的话就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一个东西了，我目前的话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步。这个的话就是它看盘的一个主要界面，然后另外的话在右边你还可以去点另外一些窗格，比如说你点这个实时新闻，它就会下面的话就会有一些新闻，然后二级报价就会在这边有一些交易所的一些二级市场的一些报价。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就把它隐藏掉就可以了这些所有的面板的话，大家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点进去去试用，然后去判断哪些是自己需要的，哪些是自己不需要的。不需要的话，你直接把它隐藏掉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免费的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报价，这个是比较有用的大家去点一下活跃交易，它就会蹦出来了。好的。这个是它图表的一些功能。好，另外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教育这一栏，教育这一栏你点开之后，它会有一个学习的中心，在这个学习中心里面，你可以详细的去看到它这个软件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你对这个软件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东西，你感兴趣的东西，想去学习，你就可以去马上去点进去。它每个地方都会有去说明，然后也会有视频去说明。我自己的话也是从这个地方去学习的。大家的话，如果在这里看到比较好的资源的话，欢迎去我的电报群里面去分享。好，最后一个的话是帮助，就是它的一些联系的一些信息。好的。好，所以说我们看右侧右侧我们几个比较核心的功能，一个是账户观察，你可以很详细的看到你现在账户的一个持有哪些股票股票的一些价值、盈亏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交易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买卖你的股票。然后第三个的话，图表就是主要我们看盘的一个地方。第四个的话是教育。就是你可以去学习这个软件是如何去操作。这4个的话是TD 的话一个主要比较核心的一个功能。其他的另外的5项功能的话，大家在掌握了这些初步的功能之后，可以逐步的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在这个教育这个地方去学习。好，最后的话再和大家去讲一下设置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想恢复的初始设置的话，直接去点击这里点完之后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现在界面已经恢复到它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状态。你左侧的话，这些自定义的东西全部都会消失掉的。好，另外我们看一下程序设置的另外一些内容啊。首先账户的话，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话就是这个界面界面外观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主题，可以去选择你的字体可以选择你的字体。显示这边的话，你也可以去比如说你不想看这个期权的一些信息的话，你直接把它勾掉，然后你就再看不到了。语言的话，你这里也是可以选择语言的。然后第二个地方通知，就是你这些通知发你 email 啦，或者说去APP 通知的话都是可以的。大家看一下这里订单的默认设置首先股票的话，默认的订单类型你可以选默认的话是以市价下单还是以现价下单。然后这边默认的订单数量它默认的话是100，你可以把它改成1当然大户的话无视我的操作订单递增的数量的话也是1如果你刚开始不熟悉这个软件，怕下错单的话，你就一单一单的下也无所谓后面的话就是期权的话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去设置它的一个订单的数量。另外的话，在系统这里你可以选择你报价的一个速度如果说你开了这个账户没有入金的话，你默认显示的话是那个延迟的一个数据会延迟20分钟的。那如果说你已经入了金了，想要那个看实时的数据的话，你网页端登录你的 TD 的一个账户中心，然后它会提示你去签一个那个协议的。那个协议签完之后的话，你就会看到你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我们这里也可以去看它的一个报价的速度。好了之后的话，点应用的设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主页屏幕点下的话，就会回到我们刚开始进来这个地方了。以上就是 TD 德美丽证券客户端的一些基础的设置，大家可以先把这些核心的功能和设置摸透了之后，然后的话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对哪一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个时候的话你再去逐步的去扩展那一方面的知识。如果说你不想在股票交易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去选择国内的一些界面清爽、操作友好的一些客户端去进行使用。但是如果说你想通过股票交易来获取更多的财富的增长，那么就非常的建议你去使用这个客户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真的是能够为你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和参考。